大分机关赛诺7圣召唤牌老，冷笑话之王。我发现米哈游设计角色是真的喜欢搞反差萌啊！明面上是个分机委员，私底下却打牌打得飞起，而且说话充满了幽默细菌。米哈游你是懂反差的。赛诺本身定位是一名雷系激化 C， 而且是长轴战场主 C， 不太适合像雷神一样打雷系直伤，因为现有辅助的 buff 时间相比赛诺而言都太短了，所以激化是赛诺更好的出路，但就目前来看并不是最佳的出路。赛诺是一名完完全全的 Q 启动战士，普攻和战技在赛诺开大后都有另一套独立的动作和数值，所有天赋也都是服务于大招状态下的赛诺的。开大和不开大的赛诺完完全全就是两个人。我们先说不开大的赛诺，普攻没什么好说的，重击是经典枪系突进，不过这个突进的音效听着很有速度感，听着还挺爽的。赛诺的战技同样是一段突进，铲球是3颗，冷却 7.5 秒。这段位移也是米哈游经典位移，不能穿越地形，不能穿越大体积怪，能穿越小体积怪和人形怪。以上就是不开大的赛诺，可以说完全没有战斗能力。然后是大招状态下的赛诺，唤醒神灵平一，化身企图试试。赛诺抛弃不变的长枪，双手幻化出利爪撕咬敌人。原本的4段普攻也变成了5段，攻击速度更快，倍率更高，甚至和大剑角色相当。普攻的第3段是一个伸手抓人的动作，可以把赛诺自己拉向敌人一段距离。第5段是一个帅气的雷枪砸地，特效拉满。赛诺开大后的普攻模组是非常优秀的，集攻速、倍率、追击、帅气于一身，手感非常好。但至于重击，那就很鸡肋了。同样是突进，相比原本的持枪突刺，这个冲过去抓2下就显得很傻，而且看似抓2下，实则只有1下的伤害。虽然重击的附着是独立的，但前后摇过长，倍率也一般，完全不如一直普攻来的爽快。大招状态下的赛诺的战技也有所变化，叫做铭记，相比原版伤害更高，动作也从突进改成了砸地，变成了范围伤害，冷却时间缩短到3秒，但铲球能力也相应的下降，变成1到2颗球，铲球效率并没有上升，依旧是差不多的 2.5 秒一颗球。除此之外，铭记还可以延长赛诺大招的持续时间4秒，不需要命中敌人，我们只需释放即可延长，至多延长2次，也就是8秒。不过实际上卡漏也是可以延长赛诺大招的时间的，所以实际上赛诺大招的持续时间是不止18秒的，卡到20秒完全 OK， 我们是可以做到大招无缝循环的。当然实战我们是需要切人上 buff 的，所以这点除了单通之外没有什么实际意义。除了初始形态战绩、大招形态战绩之外，赛诺还有一个终极形态的战绩。大招状态下的赛诺会间歇性的处在墨图睁眼状态下，也就是屏幕上出现的这只眼睛。此时我们按下赛诺的战绩，那么此次赛诺的战绩就会得到强化，眼睛也会金光一闪，代表强化成功。而这个等待提示按下按键的操作呢，就叫做 QTE， 别人都是这么叫的，为了称呼方便呢，我也这么叫。QTE 成功后，除了会提高该次战绩 35% 的伤害以外，还会附加3道雷光，这3道雷光同样属于元素战绩伤害，倍率是 100%， 也就是这一次 QTE 可以造成一共4次伤害，这4次伤害呢是可以触发2次超级化的，原本的战绩1次，3道雷共享附着也是1次。这3道雷的运动方向是往前散开的，所以如果我们想让怪吃满这3道雷的话，最好贴近怪释放，不过也不用太过担心会吃不满。由于普攻模组优秀的追击能力呢，一般来说赛诺都是在敌人脸上的都是可以吃满的，而且战绩和这3道雷的附着是独立的，所以即便只有1道雷打在怪身上，也能触发2次计划，就算吃不满问题也不大。赛诺大招的伤害组成就是这样。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手法。赛诺作为一名伤害构成较为复杂的角色，输出手法还是很重要的。首先非常重要的一点，赛诺的战绩开大和不开大时的冷却是不一样的。这里有一个机制，就是赛诺是可以 EQ 起手的。我们先使用战绩，此时战绩进入冷却是 7.5 秒，然后立马开大，发现战绩冷却小于3秒。大招的动画绝对没有4秒那么长，所以这是赛诺的机制。2种战绩的冷却其实是共享 CD 的，但由于冷却时间的不同，赛诺开大后会强制把战绩 7.5 秒的冷却刷新为3秒，所以就导致了战绩的冷却时间大幅缩减。举个例子，就是原本 7.5 秒的战绩过了1秒变成了 6.5 秒，那么相应的大招形态下的战绩也会缩减1秒，从3秒变成2秒。
其实搞不搞得懂这个完全不关键，我们只要知道赛诺是可以 EQ 起手的就可以了。然后是第二点，墨图睁眼一开始出现的时间是比较晚的，之后才会有规律的显现，所以在第一次墨图睁眼出现之前，我们完全可以再使用一次战绩，之后根据墨图睁眼的出现时间使用强化战绩即可。简单来说，手法就是 EQ 完了一直普攻，战绩冷却好了立马就释放一次，之后就是一直普攻，然后能 QTE 就 QTE， 期间千万不要提前释放战绩，不然 QTE 和战绩的冷却就对不上了。当然这是傻瓜式的流程，虽然我也喜欢这么打，主要是安逸无脑。如果再深入一点的话，墨图睁眼的间隔时间大概是 3.9 秒，存在时间为 1.2 秒左右，我们其实完全可以利用这 1.2 秒的持续时间。一般来说，我们打完一套普攻正好是 QTE 的时机，但其实这里我们完全可以再摊1到2下普攻，然后再打 QTE。赛诺前下普攻的动作衔接非常快，完全可以摊，但实战的变数很大，敌人并不是木桩，还是建议能 QTE 还是尽早 QTE， 不然错过了就是血亏。以上是不使用如雷的手法。假如我们用的是如雷呢，由于减 CD 的效果，我们就需要改变一下手法了。之前我们是摊不了战绩的，但使用了如雷之后，我们可以摊。虽然可以摊，但会摊得很不自在。网上有很多关于如雷套手法的流程，有说 3AE 加 4A QTE 的，也有说 4AE 加 4A QTE 的，我都试了。说实话很难完美的打出来。3AE 的问题是战绩的 CD， 我打了3段普攻，但战绩的 CD 没有转好，差 0. 几秒。4AE 的问题是，虽然我能多摊一次战绩，但却很容易因为摊的这次战绩而错过 QTE。原因其实在于如雷套 0.8 秒的内置 CD 和卡肉的影响。我个人建议最好还是打 4AE， 第一次和第3次 QTE 可以摊战绩，但第2次和第4次 QTE 不建议摊，建议老老实实打普攻等 QTE。 如雷套看着香，但实战中我们其实没时间注意这么多。我个人还是建议第一种无脑流程，后面的2种流程，尤其是如雷套，对时间轴的把握很死，前面只要错一步，后面就是蝴蝶效应全乱了。我个人并不推荐。还是那句话，这只是理想的流程，实战中敌人并不是木桩，不会傻站着给你打。用如雷的主要原因还是为了充能，更多次的战绩可以更好的缓解赛诺的充能压力。要说伤害的话，还是4噬金4平雷会好一点。赛诺还挺缺增伤区的，平雷挺不错的。需要注意，赛诺开大后的普攻是不属于元素爆发的，所以是用不了4绝缘的，这点只有雷神是比较特殊的。除此之外，也能用2+2过渡，像是18大攻击、15雷伤、80精通等都可以。各部位主词条选择，杯子雷伤投暴击爆伤是没有意义的，主要是杀肉的问题。选择攻击还是选择精通？如果没有这个固有天赋5的话，赛诺一定是攻击杀更好。但赛诺这个天赋提高了精通的收益，这个天赋的精通收益和深壑云锦的加伤是一样的。其实看一个雷 C 适不适合打击化，一就是看你雷附着频率高不高，比如小艾米；二就是看你有没有精通转收益。一般一有，那就是更适合打击化，例如赛诺。回到杀肉的话题上来，简单来说呢，如果你的精通副词条弯的比较少，队伍里又没有草神给你加精通的，那么赛诺精通杀会更好。但假如你副词条歪的多，队伍里也有草神的，那攻击杀一般会更好，除非武器的白值过低，像是决斗枪、白银枪这种。除此之外，专武无脑精通，武器白值高的像是合浦渊，那选攻击杀；白值低的，例如4星武器，那就选精通杀。但像石文字这种副词条给精通的，那你就需要实测一下了，说不准哪个高哪个低。武器选择的话，5星其实都可以用，毕竟武器选择不是看我推荐什么，而是看你有什么。4星武器比较好的有活动送的分信之风、锻造的冠月石、月卡武器决斗枪，再者就是石文字了。3星武器白银枪也可以用，甚至白银枪能暴打一些4星和5星。3星武器其实就是白值低了点，但一个个效果都是很变态的。最后，因为赛诺是一名高频攻击类角色，所以暴击率很重要，80%以上最好，再不济70%得保证。爆伤随意，赛诺本身突破加的就是爆伤，再差感觉也差不到哪里去，180以上不是轻轻松松。赛诺打纯激化的话，精通堆个400左右就好，打激战的话500-600都不嫌多的。充能的话看队伍，不同队伍的需求不一样，这点后面讲。最后是队伍搭配，首先是常规的激化队，首先赛诺轴很长，需要战场很久，自然也免不了吃伤害。那么像是护盾、奶妈、减伤等类型的角色就很重要了。护盾的话，基本只有钟老爷子能单此大任了。奶妈目前没有合适的草奶和雷奶，
9麒麟的奶量还是太低了，需要配合行丘的减伤使用，但这就是另外一个队伍了。其次是赛诺的充能，想要舒适的使用赛诺大招，凑个双雷很重要，而且最好是雷系充电宝。思来想去，也只有小艾米最合适了。奥兹的铲球能力真的独此一家，有了小艾米，赛诺充能只需歪个10几就够了。8重当然也可以，但赛诺的充能的需求会更大。至于挂草，草神也只有草神最合适，其他像是草主、克莱都太短。那么激化队的阵容就出来了，钟离、赛诺、草神、小艾米。我的赛诺是0+0的赛诺，我说实话，适合克勤打得有来有回的。伤害比克勤高是肯定的，但克勤可以玩速切，在面对多批次怪时优势明显。赛诺的问题就在于，当我们打完一波怪，刷出第2波怪时，我们的处境会很尴尬。我是切赛诺给敌人挂草呢，还是硬着头皮打呢？切人，赛诺的大招就消失了，而且充能是个问题。不切人，硬打满大招的充能，伤害是个问题。所以草神其实也不算是赛诺最佳的挂草队友，赛诺需要的还是9麒麟这样的挂草角色。总之，目前低命赛诺纯激化队并不算是个好的归宿。激战队赛诺加草型9，其实9麒麟换成草奶会更好，因为定位和赛诺是冲突的。赛诺同样可以挂雷、触发种子、打绽放，但问题就是没有合适的草奶。这个队伍里的赛诺充能需要堆到150左右。有人可能会说，这期深渊感觉不用堆那么高充能。在打小宝这种铲球多的怪时，赛诺确实可以循环，我们感觉不到问题。但打铲球不多的怪时，就会明显感觉充能跟不上了。所以还是建议尽量堆到140以上。当然也可以让9麒麟和行丘使用吸分剑，同样可以缓解充能压力。其实目前赛诺加草型9还有一个问题，那就是草太少了，行丘水太多了。说是超激战，但其实还是以战为主，而不是激。水太多会导致的问题就是激元素消失，赛诺的超激化反应时断时续，这点同样需要寄希望于草奶来解决。但我还是劝大家不要抱太大的希望，不然落差感会很大。当然，说不定以后会有更好的超激战队伍来选择，会有更好的挂水角色也说不定。简单说一下这队手法吧，我个人习惯行丘 QE 挂水起手，然后切草神 EQA， 因为这样草神可以吃到自己战绩产的球。草神的战绩是需要触发的反应才会产球的，如果先草神后行丘就吃不到自己产的球了。当然，如果你的草神循环没有问题，那完全可以草神起手，毕竟草神大招持续时间更久，我只是为了吃球。接着切9麒麟 EQ， 最后切赛诺，是敌人的血量选择要不要开大。因为打完前面这一套，其实总体伤害还是不错的。敌人血量低，赛诺可以放个战绩就下场，切草神战场普攻；敌人血量高，则直接 EQE 启动卡砍。那么以上就是关于赛诺的全部内容了。如果有帮助到你，还请点个赞，支持一下 UP 主。赛诺说实话，要不是 3.5 的前瞻，我确实不太清楚他原来那么喜欢讲冷笑话。我一直觉得他就是个牌佬，果然人不可貌相。那么我是思凡，我们下期再见吧。